上一场我们基本上讲的是单兵作战啊，就是你跟 agent 做互动，然后这一场讲的就是你开始是把它变成是一个流水线，像一个工厂一样，然后你一个人管多个 agent， 像生产线一样去往下做。OK， 那前面也会先讲一些观念，会有一些 live demo。好，先讲观念的部分啊。如刚刚所讲啊，上一场我们讲的是一间厨房怎么运作，所以你在跟一个 agent 在协作的时候，你要注意哪些的 prompt， 哪些的 context， 哪些的 harness。今天变成是在做一个生产线设计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在想你要怎么跟一个 agent 互动，而是要想这一个 agent 要怎么跟下一个 agent 互动。对，所以在设计的方式就不太一样，就之前会1对1，现在变成是你要去想他们之间要怎么沟通，而不是你怎么跟 agent 沟通而已。3大支柱其实是不变的啊，就 prompt context harness 的。以松紧度的部分啊，其实一开始你们在跟 AI 互动的时候，其实可以很多的松紧度把持在你每一次的对话过程当中。可是在派多 agent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是了，因为他们之间的沟通协调，其实有时候你是完全不会去看他的，因为可能派了很多个agent 并行，又有分的很多层，第一手交到第二手，第二手交到第三手，所以这个松紧度啊，你比较难去控制，所以我们就要透过其他的方法去控制这些事情。那再来就是之前只写一个 Cloud.md， 那现在变成是我们要写一个 playbook， 让他们去一人分饰一角，那你就会制造很多个角色，每个角色会有自己不同的技能。那再来就 harness， 我们之前是透过问答的方式啊，要做什么不做来问你，那现在变成是因为我们把工作撒下去了，所以我们需要透过一些硬的限制，不让他去跨过那条线。他就算不来问你，他也不会做错，可以理解哈？好，所以我们变成是会用 agent 到你要会设计 agent 之间的怎么互动，什么时候应该要做 vibe coding， 什么时候不太适合做 vibe coding， 就是简单的小东西啊，你例如说是一次性的一个工作，你用 vibe coding 请他做出来，这个下一次就可以抛弃式了，我觉得这是无所谓的。对，那这种时候就很适合做 vibe coding， 因为你要快，然后功能小不复杂的话，你也可以用 vibe coding， 就是你跟他讲什么，他做什么出来给你，然后或者是你要做一些 prototype 啊，其实这种就比较不会是一个产品级的用法，就是我们叫他做什么，他产出来，它比较没有一个架构。更好的方式是我们要用 SSD 的方式，就是我们先有 spec， 然后想出这些事情之后，确定好每一个功能、每一个API 的接口要长什么样子之后，然后我们再请他去实做出来，他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很贴近你要的样子，而且它是可以维护性的，它可以做得很大。那 vibe coding 你要做大的话，它其实已经忘记前面的东西了，所以 spec 留下来就变成是很重要的事情。之前你们如果有用过OpenSpec 啊，就上一次我介绍，你们回去如果练习的话，你们可以看 OpenSpec 产出来的东西，它在 Proposal MD 里面啊，它其实就是在回答这3件事情。我今天这个工作，它要做什么东西，它不能做什么，然后怎么样算完成，就是有了这3者之后啊，你让 agent 做事，它才不会跑偏。那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个 prompt engineering 变成 workflow 的 engineering？ 你长时间的跟 AI 对话之后啊，你用 vibe 的方式，它最后它会忘记前面讲了什么东西，然后品质就开始退化，然后它做的东西也开始失真，就不是你要的东西。因为就算你 vibe coding 你的 prompt 写得很好，可是你很难复制到团队，因为每个人讲话技巧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复制到团队的话，其实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建下来。那大型重构啊，多档案的联动啊，其实也不适合 vibe coding， 因为它的 context 就只能放这么多东西。如果你还是用 vibe coding 的方式的话，基本上重构啊，然后多档案的联动，越大的系统它就越难掌控。所以我们才要去写一些提示词来做搭配。这个提示词不再只是你从对话框去讲，而是写下来。现在这个升级啊，就很像是一开始我们是手做嘛，例如说手工水饺，我用手包的，很有温度，之后你会用一些机器去帮你擀面团啊，那就是你跟 AI 的互动。你一半的人工，然后一半的机器使用，可以加速你很多事情，可以减少你很多工作量。那最后是你设计好一个生产线，然后整个水饺工厂从头到尾都是 AI 帮你擀面团、包水饺，然后最后包装出货。所以你要变成一个是产线的设计师，而不是怎么会用这个 AI 的 agent 而已。我们要怎么拆多 agent 啊？就是还有就是为什么要拆？就是 agent 它如果改前端、改后端，然后写测试，然后一个很长的对话，最后它就是做了一个什么都做不好的东西。对，这很常发生的，就是最后它前端做不好，
然后测试写不好，然后 backend bug 一大堆。那比较理想的方式是，我们就开多个 agent， 假设可以并行的话，我们直接3个并行去做，每一个 agent 扮演一个角色，它只载入对应的 skill， 不管是technical 的 stack 还是它的 skills， 就是 SOP 啊，都是只载它自己的东西。那就像微服务一样，就是单一的职责，然后界面隔离得很清楚，可以理解。这边应该都理解什么是微服务吧？其实跟收离原则一样，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收离原则就是我们要把职责隔离出来，不要让一个东西有过度强大的职责。对，因为这样子你不好维护，然后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他身上，你要找问题其实也不好找啦。多 agent 的核心收益，它其实不是加速，因为我觉得加速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这么的重要。举个例子啊，假设我把所有的 spec， 所有整个系统的架构都设计好，我要请 AI 跑，我可以晚上睡前我把它放下去，让它执行 token 这些都够用的话，它到我天亮它做完了，所以时间不是问题。所以平行加速这件事情不是多 agent 主要的收益，最好的收益是它的 context 卫生，就是不会互相干扰，不会互相影响。然后每一个 session 它只带必要的资讯，它就可以把那一件事情做得很专注，做得很好。还是要隔离 context， 就是把 context 不要全部都混在一起。这跟上一场讲到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目前 OK 齁。好，那什么时候适合用多 agent， 什么时候该用啊？像 plan 阶段啊，它其实就不太适合有多 agent， 因为 plan 的过程当中，它会一直去思考，所以假设你还在脑力风暴，你还在规划的阶段，建议你是不要用多 agent， 你要让一个 agent 一直陪着你一起去想，深度的强化整个计划。对，等到你确定你有这些计划要做的时候，我们再拆子计划，让多 agent 来实做这些子计划。每个 agent 它其实都要有很清楚的 input output 啦，就假设你没有定清楚 input output， 任务太小，真的有必要拆多 agent 吗 ？OK， 就像是很简单的小事情，你要分给2个人去做，其实也是很奇怪的事。对，所以任务小的话，其实就不用拆多 agent。review 的时候啊，非常建议要拆 agent， 因为你在同一个 agent 同一个 session 里面，他自己做完的东西，你就要自己去 review。就像是你叫一个 developer 写完之后 review 自己的东西一样，他其实看不到什么问题的，他会觉得自己写得很棒。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写得很棒？因为他喂进去的 context 的内容就是自己写的东西啊，他当然觉得自己写得好啊。所以今天要 review 的时候，你要拆不同的 agent 来做，那它的 context 隔离开来了。那更好的方式是用不同的模型来做，那我自己在用的是这2个套件哦。第一个 Codex plugin 是 OpenAI 他们自己出的，所以这是官方的套件。然后这个的话 Gemini 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写这个套件啊，但是有其他人觉得 Codex 这个套件不错用，所以他们自己就写出来。对，反正就某一个人写了一个 Gemini 的套件，所以他也可以在 Cloud Code 去呼叫 Gemini。那基本上我现在这2个都装了，因为有些设计的东西啊，我做完之后会请 Codex 跟 Gemini 同时去 review， 就不要只让 Cloud Code review 自己的东西，他们都有不同的特性啊。那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 Codex 它比较擅长规划 ，Cloud Code 它就实作强嘛。那 Gemini 的话，它是 EM 的模型，所以它可以丢比较多的内容进去啊。当然，现在我们假设用比较高阶版本的 Cloud Code，它也是有 EM 的模型啊，对，所以它可以丢比较多的内容进去。他们擅长的东西不太一样，多个模型组合起来会比一个模型我觉得还要强，就是他会看到很多不同面向的东西。我直接给大家看个范例好了。好，这个是我在写 Playbook 的时候，我会请他去做一些检查，我写的好不好，写的对不对，然后就会叫 Cloud Code、Codex、Gemini 同时去做这件事情。我直接就跟他讲说，你跟Codex 还有 Gemini 讨论review 完的内容是不是要套用，然后他们就会去互相 PK 比较啊，然后采纳。假设三个人都有看到这个问题，3个人都同意的话，那他们就会采纳这个意见。然后又或者是说Gemini 它发现了什么事情是另外2个模型没看到的，所以多模型可以互相组合在一起，尤其在设计阶段我就觉得很好用。对，那实作阶段的话，我倒是觉得还好啦。做这些事情的话，就是要等待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叫 Codex 来做一些对抗性审核的时候，会非常非常久，可能会20分钟、30分钟，甚至到1个小时。回到简报这边，如果你们有多个账号的话，其实就可以这样搭配。那现在公司大家是有 Cloud Code 跟 Codex， 所以至少 Cloud Code、Codex 可以互相搭配。那 Gemini 是我有自己的授权嘛，所以Gemini 我一起混进来用。但我的主力还是那个 Cloud Code 啦。OK。好，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边听，然后自己装看看。那装也是蛮简单的。好，那
多模型的分工啊，基本上啊，我的原则就是我不要让同一个模型自己做，然后自己 review，所以我会互相搭配在一起。所以以 Codex 来做 plan 的话，我就会请 Cloud 或者是请那个 Gemini 一起 review。对，基本上我只要时间够，我很长时候就是我吃饭前我就是叫另外2个模型去 review， 还是睡前我就叫另外2个模型去 review， 因为有时候这会花比较多时间。对，那写 code 的部分主要就还是用Cloud Code 来写，然后做完的话请 Codex 来 review。那如果是比较重要的功能，例如说跟资料面有关的东西，那我 Codex 会请他做对抗性审核。对抗性审查你们知道吗？我快速讲一下 ，Codex review 有2种，一种是他看你写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顺着你的内容去想这些事情对还不对。对抗性审查是他直接挑战你的 design，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可以不要这样做，但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所以对抗性审查它就是以反对的角度，然后去 review 你的程式，那这个会比较花时间，但是牵扯到资料面、DB 面相关的东西啊，那我就倾向会用对抗性审查，就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设计？你这样设计有什么缺点？对之类的，可以理解哈。好，然后大范围的搜索的话，就是其实我也会用 Cloud Code 啊，因为我 Cloud Code 也是有以 M 的 context 的量啊，对，所以 Gemini 也可以啊，Cloud Code 也可以。好，反正不同的模型就是不要自己做自己生，那我们可以交换一下视角 ，OK。好，那再来就讲 sub agent， 像如果可以并行的事情，又或者是它可以一棒接着一棒做的话，其实可以用 sub agent 来做。那 sub agent 触发有2种方式，一种是你用自然语言描述，你就跟他讲说，帮我平行开发哦，然后还是说帮我派 code review 的这个 agent 啊，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 agent 啊，等一下 playbook 会看到，就帮我派 code reviewer， 然后去做 review 的动作。所以你可以主动的去指定用哪一个reviewer， 就拿一个 agent 去做事，你也可以用自然的语言让他自己帮你分派。每一个 agent 它的 context 都是独立的，所以它不会被主要的那个 context session 的内容影响到。OK， 好，然后 sub agent 也可以指定模型哦。假设啊，你的主要的 agent 你用的是这个最高等级的模型，可是有些整理文件内容啊，其实我们不需要用最高等级的模型，我们就可以用小模型去做。所以我用自然的语言讲的时候，我也可以讲说，我现在派了2个 agent， 然后一个你用最强的模型，一个你用最弱的模型，然后来做不一样的事情。Agent 在交互工作的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设立这个他们交接的内容要是什么，就上手交给下手应该要包含哪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定好你的输入输出的话，基本上你的分工就是很没效率，就只是把工作乱丢出去，就像是一句话指派某个人做某件事，可是没有 result 一样。所以其实跟人沟通也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不变的啦。对，那你在设计 agent 的时候，你就要设计，假设你这个 agent 你是有很多层 pipeline 的话，那你每一个 agent 上手要产出什么东西给下手。我在设计 template 的时候啊，基本上我只设定输出的东西应该要长什么样子。你也可以规范说交接的过程啊，你在做事，假设你是 reviewer 的话，你不要去改任何档案，因为 reviewer 它就是纯读而已。对，所以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定哦，你可以写在 agents 的这个定义里面。目前可以理解。好。像刚刚讲写下这些东西啊，那 Cloud Code 它现在有支援2种方式啊，一种是跟着你个人走，它就放在你的 Home 目录底下，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Home 目录底下会有 Cloud.md， 然后一些 setting， 还有你自己做的 skill， 就是跟着你个人走。然后另外一种是跟着专案走，就是我们放在 repository 里面 ，repository 的根目录就会有这个 Cloud.md， 然后还有你的这专案在使用的 skills， 换到别的专案就不能用了，即使在你电脑也是一样。因为不同专案它就没有载入这些东西嘛。对，那专案的层级会高过个人的层级。如果写在 repository 里面啊，基本上会建议是大家有共识的内容，然后你真的清楚到这个是可以帮助团队的东西，你把它放进去啊。假设是没有共识的内容，你放进来的话，就是会吵架。但是这2种方式啊，其实对我来说都不符合我们的团队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有40几个 module 吧，我们有40几个 repository， 然后如果每个 repository 里面都要放一份的话，我们就有同样的东西散落在很多地方。但是我们假设把这个内容写到个人层级，那又少了个人发展的空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自己习惯做一些 tool， 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个 playbook， 这个 playbook repository 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prompt 写在里面，就是我们团队所有人会用到的 prompt 都写在这里面，然后大家一起去调教这个 playbook， 然后 playbook 以 submodule 的方式载入到我们的
载入到我们的 repository 里面，所以我们40几个 repository 都可以套用这个 playbook。当这个 playbook 更新的时候，40几个 module 也可以同时套用。对，这是目前我想到的方式啊。我觉得比较，其实我想过很多种不同的用法，但最后最可行的是这个用 sub module 的方式啊。未来假设有更好的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再额外的提出来，或者是我们去把它改掉。所以以现在我们团队的实作方式的话，我建议是用 sub module 来做 plugin 也可以，但是我比较起来做 plugin 好像有些东西它是吃不到的，也有可能是我对 plugin 不够熟悉啦。对，所以可能研究一下，假设 plugin 可以满足到我们想要的需求，也可以换成 plugin。Playbook 连接你们就自己点下去下载了啦。好，那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只要维护一个地方，然后每个 repository 都可以生效，大家共编啊，因为不是只有一个人有想法，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又或者是说，我对 Flutter 我对 Android 不熟悉，那小 Jason 就可以帮我补这一块。大家共编的好处是我们可以一起成长，一个人好，然后大家一起跟着好。对，好，那这个 Playbook 里面的内容，这边是大概列出来，就是我们会分 roles， 然后会分一些 stake。那这个 roles 就是讲说角色它是后端，然后还是前端，还是 QA， 还是 BA 等等之类的。那 stakes 就是技能，它这个叫技术站。技术站的话，像前端我们还有分 React， 还有分 Vue， 然后还有没有 Angular 啊？对，那所以前端就会有好几个这个技术站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当你在维护这个专案，它是用 React 的话，我们其实不用载入其他的技能进来，就只要把 React 载进来就好了。对，然后 Policy 的话，就像是一个我们团队的一些规则规范。好，我直接看下一页。好，那Cloudcode.md 啊，是它一定会载进去的最高层级的东西。那现在我把它放法就很像是一个书签，应该比较像目录啦，比较像目录，就是有一些规则，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内容，那我要按照顺序套用进来。那照顺序的话，就照现在上面排的这个顺序，我 policy 要套一个进来，我的角色一次只能套一个进来，然后 stake 只能套一个进来， skill 可能套一个或3个进来，然后 template 也要套进来。对，那policy 放的就是一些团队的一些比较高层级的东西。例如啦，像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是以微服务导向。那我们在做 deploy 的时候是no downtime 的方式 deploy， 那这些就是写在团队的这个 policy 里面，所以不管前端后端 SRE 还是 QA， 他都会知道说我们有哪些治安规范，然后我们在 deploy 的时候是要考虑 no downtime 这件事情的。对，那当有冲突的时候，就是上面的会盖过下面的，就是他的这个决策的时候，你要限制它一个顺序。对，那这些顺序都写在 Cloud.md 里面。OK， 好，然后permission 的部分就是你对 AI 的信任是有多少，就是假设你用 bypass permission 的话，你有没有放一些 hooks？ 对，还是说你就只是单纯的 bypass permission 让它什么都能做？这是危险的事情啊，上次有提到。所以理论上我们除了 policy 会有一些治安的限制，让 agent 不能做，我们还有一个很硬的底线，就是当他去执行了某些事情的时候 hooks 会去检查，所以这个是最后一道防线啊。在使用 agent 的时候 hook 是最后一道防线。那这些东西你有没有补？如果没补的话，都 bypass permission 就玩火嘛。对，好，那我们在做这个很多个 agent 同时做事的时候啊，它如果发生失败，通常也是这几件事情啊，就是你的 plan 不够好 ，spec 不够明确，然后最后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如预期的。对，那我们就要给他一些限制条件嘛，就是当你在做事的时候，你不要做什么事情，你专注在哪里，那他就会把那件事情做得很好。对，所以你会多一点限制条件给他。对，然后多 agent 如果做出来的东西是不符合界面规范，那表示你一开始在给他这个上下手交换的 template 的 input output 就已经没做好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分工或者是在交接的时候，下手拿到的东西不如预期，不够完整，所以他就做不好事情。所以这时候就是要去补这个交接时候的一些文件 ，OK。然后如果越做越慢的话啊，有可能是你那个 agent 的职责太大了，他做了太多事情，然后他的 context 开始被污染了。对，所以AI 做不好，基本上现在来讲啊，通常不是不够聪明啊，是你的 spec context 有问题，就是你写的不够明确，又或者说 context 写的过多内容，导致它
没有办法去推演出后面该有的事情。对，所以通常就是这几件事情啊，这个可以理解齁。好，然后再来就是失败隔离的 rollback 机制啊。那每个 agent 它是独立的 context， 他们记忆不应该是互相污染的啦。那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应该是用 Git 的 work tree， 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假设你们有用多 agent 在协作的话，用比较友善的这个 GUI 套件，你是可以看到他们开了很多 work tree 出来。对，那 worktree 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在你的电脑里面复制了很多的 Git 的 repository， 然后每一个 agent 开了自己的 branch， 然后自己在做事，做完之后再合回主要分支。对，所以每个 agent 像前端在做事的时候，它是直接开前端的 worktree 出来，然后后端的话是开后端的。那各自开发完之后合并进来，然后再做整合。对，那哪一方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只要看那一个 branch，或者是看那一个这个 agent 它的产出内容怎么样，我们来调整就好。所以这个隔离就变成是很重要的事情。当你 agent 越多的时候，你这个隔离就要隔得越清楚，对，你比较好出错啦。OK， 那有错的话你不用 Git 你推不回来的。那在座 developer 都有用 Git， 所以这个不担心。好，我就来 demo 啦 ，demo 一些东西。好，那连接的话你们就看投影片的啊，对，用公司的连接。那这个是因为我录下来放在网上，所以我不用公司的连接。好，那你们自己也可以实做看看啊，就是把它缺靠下来，把它加成 submodule，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些 playbook。好，缺靠下来它就变成 submodule， 然后这是你的内容嘛。所以你看现在我的专案里面啊，我这个专案里面是都没有 cloud.md 那一些的，所以 cloud code 基本上现在这个阶段它是吃不到你的 cloud.md 设定。那我自己写脚本是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把它载进来。哦，那你现在看到它有产生一些 cloud.md， 然后还有这个 agents.md 就是 Codex 在用的，还有 Gemini 在用的。那你们看到这个小小的符号啊，它是一个你们有看到它是一个 link 的档案，它其实它是指到它的，它也是指到它的，所以整个进入点 agent 的进入点就是从 Cloud Code 开始，不管你是用哪一家的这个agent， 那都是从这边进入。那这里啊，你们会看到有一个 at 的这个符号。这个 at 符号它是强载入，如果你没有加这个 at 的话，用相对路径的话，它只是说选择性的要不要载入这个档案。那我现在加上 at， 它就变成是 agent 会知道它是强制要载入这个档案进来，所以它就会去找 playbook 这个目录底下的 cloud code。那我们点进来这里面看，就是载这个东西进来啦。那你这里也看到箭头嘛，就是所以我的 Codex 的这个 agents.md 其实也是指向它的。Gemini 的也是指向它的，所以最后我们就看这个。那你只要写好一份之后啊，你其实是多个 agent 可以共用的。那未来假设有其他家的，他们名称又用不一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再多加一个 link 进来。然后总体来讲，就是让所有的 agent 从一个进入点进来，然后我们只要维护一份的 Cloud.md 就好。那这个载进来之后啊，这些规则就是讲说，我有哪些的。这是一个书签，不能讲书签啊，这是一个目录嘛。我们跟整个 agent 来讲说，我们有哪些东西可以用。那你什么时候应该要载入什么东西它是非必要的，哪些东西是必要的。好，那这个我就不详细跟各位过来，因为你们自己拉下来可以看。对啊，中文的应该比较友善一点。好，然后这边就讲那个 prompt 的一些载入的顺序。好，哪些东西是一定要载入的啊，然后它的顺序是谁盖谁之类的。OK， 好，那你们只要把这个 submodule 加进来之后，然后去执行这个 script， 基本上我就把这些东西都跑好了，就是你的这个 MD， 然后包含你在 Cloud Code 用到的这个 skill。那我这里没有放 skill， 我这里是放 hooks 跟 agents。像刚刚讲 agents 的话，我这里就建了4个 agent， 然后这4个 agent 呢，它分别去做哪些事情？那这个 agent 也是 link 啦，它其实是 link 到 playbook 里面的，对，然后就可以讲说，这个 code review 的 agent 呢，它平常是用什么样的模型，然后它会去做哪些事情，对，那不同的 agent 它就有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模型可以去定义，对，所以假设常见的东西，你们就可以把它放进来，例如前端的话可以放什么 ICE8N 的 reviewer 啊之类的 ，OK， 好，那这个你们可以check out下来自己看。好，那现在把这些东西载进来啊，其实我们之前有用 Superpower 或者是 OpenSpec 之类的嘛，那我自己本机有装啊，然后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请他做一个留言板，然后要包含前端后端，然后要包含 DB，
然后要可以并行下去做所以他设计完之后，我请他3个角色直接开工，不要问我任何问题，然后不要载入 skill， 因为载入 skill 的话，他就会开始载像 brainstorm 或者是说这个OpenStack 的一些技能其实我自己有写别的技能反正我不想要他问我问题，因为我 demo 嘛。那我希望他直接设计完，然后资料库用大客气，然后就完成我要的内容。好，我现在丢进去，他就开始跑。那跑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再回头来看这些事情等他跑一些结果边看边对照。好，他先载了这些东西进来，载进去之后呢，他开始写技术站了吗？还没。好，你看他现在开始看这个 repository 的 layout， 就等一下他长出来的 layout 会是我定义的样子。我们团队我希望把所有程式码都放在 SRC 的目录底下，然后跟 CI 相关的东西会放在 CI 的目录。就是各位目前看到我们团队的 repository 都长这样子，所以他等一下就会照着这个结构，然后去建立这个repository 的档案结构。然后他也开始选技术站了。就我刚才也没有跟他讲说我后端用 .NET， 也没跟他讲说我前端用 React， 也没有跟他说我要用 PostgreSQL。那为什么他知道？是因为我在 Playbook 里面就讲说我们的后端优先使用 .NET， 然后前端只要是新专案优先使用 React。对，那 DB 的话就是只要是这个有跟 transaction 相关的就是用 PostgreSQL。对，所以他就会照着我定义的东西，然后去载出这些技能树出来，然后去帮我做设计。等一下去做执行的话，他也会拿这些角色，拿这些技术站去做事。好，来，我们看他产出的东西，是不是开始跟我们团队的这个 repository 很像 ？CI 的东西都放在，还没内容啊，那他只讲说会照着这样子放这个不会很久他这边也写，他现在派3个 agent 去做事，就我刚刚指定他，你就是要派3个 agent 并行去开发，然后他们各自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有关联性的，他就不能并行做嘛，这跟其实我们开发一样嘛。他现在去做这些事情技术站设计那些其实都是从 Playbook 里面拿出来的。对，我刚刚有特别叫他不要用任何的 skill 嘛，这边看得到吗？对，不要问规格，不要问 skill。对，所以他现在得到的内容都是从 Playbook 里面拿出来的。好，那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3000。好，打开。好，这内容就这样嘛。可以用。好，那其他来我们看他还有建 Swagger， 我们来看 Swagger。好，为什么他那差 error。好，不过为什么他会建 Swagger， 然后还有 Health， 他还有建 Health 吗？理论上你请 AI 做事的时候，他是不会帮你做这些事情的啦。那为什么他会去做这些事情？这其实就是我们在 Playbook 写的东西。我跟他讲说，今天你在开发 Backend 的时候，我的文件就是要用 Swagger 来做，然后应该要有那 Healthy Check 不是写在 Backend 那边，是他知道我们后端就不能讲后端，就 SRE 那边会用 Healthy Check 来检查，所以他也会帮我们补上去。所以你只要在 Playbook 写下这些资讯他其实读到他就会帮你补上去。那以后我们在开发新的东西的时候，有一些背景知识我们就不用一直重复跟他讲说你要帮我做什么，帮我做什么。对，这些东西都已经是我们整个专案该有的样子，写在 Playbook 里面。对，然后其实它这个 UI 应该也是有符合 RWD 那因为 RWD 也是我限制的一个条件之一，就是只要做前端做设计的时候，它就要符合 RWD 的设计原则。对，那你也不用特别跟他讲，他就会做成那样子。对，那现在做完之后你怎么知道他做的好不好？其实你不太知道他做的好不好。那我来试个 review 好，他现在产出的东西我就请我做的这些 agent 这边我写4个 agent 嘛，然后去做 review。那这4个 agent 它在 review 的面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假设你只用一个 reviewer 的话，那你把很多的内容写在里面，那就变成是又污染 context， 这个 agent 它的职责太重，所以我们让每一个 reviewer 它的职责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不是每次都要跑这一个啦，我只是举例而已嘛。像 migration reviewer 就是讲说，我们今天在 data migration 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升级版本的时候，我要注意它资料的结构是要能新旧兼容。对，这些就是我的一个限制条件。所以今天假设有动到 DP 的话，他就会特别去看说，你在改这个 schema 有没有注意到新旧兼容？会不会你一上去之后系统死掉？对，所以你就可以把很多不同的细节写在这里面。然后 security 的 reviewer 是他会去看什么，我也忘记里面写什么东西了。对，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打开来看看。好，然后派4个 reviewer 去做事情嘛。那我是建议在 AI 在跑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看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不会变快一直看它很无聊好，没有就讲点干的而已。还是你们会一直盯在那边看？好，其实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跟 AI 还不是很熟啊，所以有时候你不知道它到底多快做好，它可能是5分钟做好，那你离开太久了就闲置在那边，那又或者说它一次要做个30分钟，你就要盯在那边30分钟，一直等它回应。我觉得蛮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相信在座各位有在用的应该都会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效率有说比较好吗？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就是你坐在那边变闲置了。如果你开 Sub Agent 的话，基本上 Sub Agent 的模型只能用他们自己的。所以举个例子，像它这里啊，它能放的模型都是只有 Cloud Code 自己的模型，但是我在下面会有一些条件，就是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可以去用 Gemini， 或者是说用那个 Codex 的对抗性审查。就你可以在下面放这些条件，虽然它驱动的时候是用 Cloud Code 自己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会去呼叫第三方的模型，对，就可以这样子用。所以你要指定它的话，那你就是这边把它写的明确，就是某个模型开出来之后，指定它用另外一个模型。这么久啊，这么少东西，好啊。不过回到刚刚讲的，就是等待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我们开始想要把它设计成流水线？是因为假设你可以规划好它可以长时间来运行的话，其实你就不用在旁边等，因为你知道它会做很久，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在旁边等。你可以下班的时候放下去，你可以晚上睡前的时候放下去，对。但是你如果还是在跟 AI 一起协作、沟通、对话的话，其实你不知道它要做多久，你会一直闲置在那边等。你做其他事情也不对，然后你坐在那边等也不对，这个闲置会蛮浪费的。所以可以的话，就是我们尽可能一点一点的优化。看你的 agent 本来是要做10分钟，你可以把它规划成做1个小时、3个小时、5个小时，把 token 用完之类的。对，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要讲的比较核心的内容，就是让它有效率的去做每一件事情。但这个有点难，我觉得就挑战看看。好，它已经快结束啊，4个 reviewer 都已经做完了，然后他就把内容丢回到这个主 session， 那这个主 session 他就会去做一些摘要，哪些事情该改，哪些事情不该改。出来吗？他建议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是高风险的。例如说在做delete的时候是没有验证就能做的，这是一个风险。那蛮多内容的啦。那我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直接我这边去驱动叫Codex 还有这个 Gemini 去看啊，这可能有点久了。好，他这个在跑，我继续讲下面的东西啊。所以刚刚有讲到就是hooks 这件事情是我们什么时候要去触发它？那理论上啊，我们在挂这个 hook 的时候是看你想做哪些事情。假设我是要做安全性的这种 hook 的话，你除了 policy 要写之外，你的 hook 也要加。那你们等一下可以自己去看 hooks 的内容啊。我这边做个范例啊，就是我直接请 Cloud Code 去帮我在这个档案去加这个 API 的 key 我们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它还在跑啊，我开一个新 session 了，我直接在这边叫他做啊。我觉得这个指令不好，不行执行，有没有？他说这个 policy 挡住了，他说这个 policy 挡住，好啊，那我就把这个 policy 砍掉，可以 link 过去。没有点过来，我就进来看 policy， 在 playbook 里面有这个 policy， 好，我直接把它全砍了，好，储存，再开一个新的 session。哎呦，别的又挡住啊！好，对，现在是空的内容，所以它读不到东西，有点久，该不会真的产出来了吧？要翻车了？不会啦，不会产出来啦。好，我就要直接做啊，真的要做了。right fail 了，为什么？好 ，hook 挡下来了。他现在 policy 没挡他，但是 hook 把它挡下来，为什么？因为 hook 看他是被哪一个 hook 挡住，这里先有secret guard， 就是他被这个 hook 挡住，就这个 hook 有去做一些限制，就是你不能把 API key 还是什么东西写到这里面去，所以你叫 AI 做的时候它就会直接把它挡住。我刚 policy 已经一开始被 policy 挡住，然后我把 policy 删掉之后，它被 hook 挡住。对，所以 hooks 是 AI 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你要去写一些事情，就是让它不要做一些危险行为。像我刚把那个 policy 砍了之后我现在在叫它执行这个，把 home 目录的某一个目录删掉，一样照样执行，我不管，我就叫你做，别问。又被挡下来了。好，这次是被另外一个 hooks 挡住。对，所以假设有些我们可预知的危险行为或者是我们真的在实作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危险行为，那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把它加上来，加到这个 hooks， 让别人不要犯相同的错误。对，那这个很重要，就 policy 它绕过去了，至少还有 hooks 挡住，所以 hooks 是 agent 的最后一道防线，可以理解可以理解。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 review， 看他做的怎么样。这个真的太久了，好，等不完，那我们回到简报。
目前有想到的啦，我是先把它补上去啊。那还有哪些事情是未来可能会遇到、可能会发生的，还没想到，我不知道，所以还没补。那遇到了再补上去。所以这些就是靠着大家一起慢慢补上去，想到什么补什么。那整个 demo 回顾一下这些事情，就是 Playbook 把它载进来之后，它就是在补强所有人整个团队的 context， 就是把不能只讲 context，prompt 也是啊，对，其实都包含里面的啊。对 ，prompt context 是一起补强。然后如果你有用多个订阅的话，你就可以使用不同的模型，然后互相协作。对，然后 hooks 就是上一次讲的 harness。对，这个就蛮重要，就是不要所有权限放给 AI， 然后让它去做所有事情，然后又不限制它，危险，可以理解。好，然后课后练习的部分啊，我是帮各位想了一些小的主题，让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哦，首先就是你们把它缺靠下去之后啊，里面有很多个 reviewer 嘛，你们真的在发 MR 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跑看这个AI agent 的 reviewer， 看他会帮你做哪些事情，然后交叉比对，看说他们看的维度是不是相同的。假设是相同的话，那可能就是职责不够分离啊。对，那你们自己也可以去补自己的一些 agent 出来，例如说前端我刚刚举例就是 ICE8N 的 reviewer，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帮他设立不同的这个语言的专家，然后去帮你看这翻译对不对啊？还是说 performance tuning 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 performance 的 review 去帮你看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测到点上，有没有改善？对，然后设计 API 的时候，我们这个 API 的这个接口啊，是不是符合这个规范等等的？对，你们就可以去补这些事情。那好的这个 prompts， 其实对团队来说都是资产，我们要增溜各位，不是啦，就是好的内容把它留下来，然后让团队变得更强。因为我最近好像看到外面有人开始把他们公司或者是他们去比赛的一些 playbook 外流出来。对，那你可不可以拿那个进我们团队来用？我觉得也许不太适合，因为我们用的技术栈其实就不太相同。那有些做事的方式也许一样，像我前阵子还在试一个套件叫 GSD Get Shit Done。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看过 GSD， 大家可以搜一下 Get Shit Done。那它这个的核心观念就是它帮你把 AI 的 agent 分工好，然后可以多个 agent 同时去做，协作方式设计的比 Superpowers 好。但是我后来没有把它纳进来介绍给大家，是因为它实在太烧 token 了，它又会等很久啦，然后它很烧 token， 因为它来回问答，它思考的时间都很长。对，所以后来没介绍给大家。那我想要举这个例子是讲说，外面的东西不见得适合我们团队。假设我们可以把 Playbook 写到很精简，完全适合我们团队的话，其实使用起来会比较有效率，就不会浪费太多不必要的 token， 然后去帮我们规划想事情。像假设我们现在在规划一个新的专案，你每次跟他来来回回问答说我们要用哪些技术栈，这不是很浪费时间吗？因为这些是已经既定事实，就是我们团队就是要这样做，我们结构就是要这样子，对 ，spec 要长什么样子，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定出来的东西，就不一定要用外面的东西。对，那外面的东西还是可以辅助进来啊，就是我们自己要折中评估一下哪些是比较好的。对 ，OK， 好，所以你们回去就可以试一下这些事情。那假设有人做出来一个 Playbook 的内容，这个 prompt 是很好的话，就是把它发 MR 进来，大家一起共同的去维护这个 Playbook，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维护啦，或者是起头而已。好，那我们在做这个流水线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点一点啊。你现在是可以叫一个 agent 帮你做一件事情，我们慢慢的一点一点增加，把这个工作站越做越大。回顾今天讲的内容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流水线它是好还是不好？就是有一些指标，就是你的通过率到底高不高？假设你中间过程有很多停下要来来回回，那你就要去思考到底是哪一层有问题，我们把那一层补强啊，这层好了之后我们才往下做。你不要一次设计一个很大很大的流水线，然后你自己要找问题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把它建上去的，就本来是可以做就是上下手接手接个2层、3层、4层、5层，一路把它做下去。那人工介入的次数如果越多的话，那基本上你这个流水线是有问题的啦。就是我们要去
想到底是哪边有问题。我觉得会遇到问题基本上都写在这边了啦。现在我们是还没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还在包月方案啊，成本问题是还没考量到啊。但是如果 token 烧完了你没有办法做事的话，是不是自己 context 管理没做好，真的不够用啊？真的不够用的话，我们就是升级授权嘛，或者是说一个人开2个账号之类的。包月是比直接买 token 还要便宜啦，对，但要用得完啊。好，所以观测指标就是上述的这些内容，大家就自己看一下咯。好，那这边讲到成本的问题，我觉得跟刚刚差不多啦，就是你只要 context 这些都可以管理好，你不够用的话，那我们就是增加授权，对，然后让各位可以持续顺畅的把它往下用，因为你只要用的越好，希望各位是一个种子部队，然后去影响其他人，把其他人教会。对，1对1手把每个人都教会，那这是最好的。整个流水线的设计啊，我也不敢期望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因为坦白说，对我自己来讲，这都是一个有点挑战性的东西。就是你要怎么样跟 AI 的协作方式是往上抽一层，是你只管最前管最后，然后中间很多过程可以把它省略掉，这是需要很多练习的。对，那从你们工作上的话，就是一点一点的把它补上去，在做这个AI 的协作工作的时候啊，你不要让一个 agent 然后去做所有事情。这是上一次就已经讲到了。那你要隔离你的 context， 那我们就用 sub agent 的方式来做，然后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就搭配不同的模型来做。所以现在大家至少有2个，就是 Cloudcode 跟 Codex。对，那 Gemini 的话，可以考虑是不是要把它纳进来啊？但我自己现在用 Gemini 频率还没到这么高，除非有什么东西特别吸引我，觉得说团队没有这个东西不行的话，那我们再正式的把这个东西考虑进来。对，那 agent 的部分啊，大家可以去帮忙写这些 MD， 因为我现在想到的是 review 的场景，那也许会有更多场景是你们在工作上比我更清楚哪些适合开多 agent 的，那我们就把它设计出来。对，那大家一起共编这个 playbook。对，把各位蒸馏出来好的，反正回到这页啊，就我听起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反正就是同一个 agent 不要自己做自己神啊，然后你们可以建很多的 agent， 然后让未来自己或者是其他人可以重复使用。对，好，那整个回顾这3场啊，就初阶的话是带着大家做 AI 嘛，那这边好像大部分没有参加初阶，我也忘记了。对，那因为 QA 他们不是所有人都有用过啦，对，所以就有带他们怎么去做。那中间的话，上一场讲的其实跟这一场内容是有高度重叠的，核心理念不变，就是怎么写好 prompt， 怎么写好 context， 然后怎么去做 harness。那 harness 我觉得是目前用 AI 的人最需要补强的地方，因为你没有做好这些事情，他就是脱缰野马，他改天干了哪些事情，他 SSH 连到 production。是不会直接到我们这边是不会直接到 production 啊，就是你连到环境上面去把环境搞坏，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啊。对，然后进阶的部分就是你不再是1对1的跟 AI 协作，是你要想办法让多个 AI 帮你做事。你已经是一个manager team lead 的角色，你要去想这些事情，然后让他帮你做这些事。可以理解啊。好了，对，那讲完了啦，现在差不多中午该吃饭了。